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3月1日，星期一。来看今天的标题：吴孟达被贴爱国者标签，生前是护旗手。香港人持 BNO 护照抵达英国，结果呢，12人被遣返。孟晚舟向郭文贵取经，港人的心态出了点问题。中国人的特权思维真的需要改变。今天的节目呢，面具人会从心理学上面，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上来解释一下香港人的一些思维误区。同样的，台湾人有很大一部分的年轻人也有这种状态，大陆人其实也有这种状态。大家仔细听完今天的这个节目，应该会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的。哎呀，这个年头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扯上政治啊！吴孟达先生昨天去世了，然后呢，就是媒体人赚钱的好机会呀，大家都争相的报道这个事儿。面具人，我其实是不想吃这个人血馒头的，所以呢，你们看面具人，我第一时间报道这个节目，讲吴孟达先生去世的时候，讲的节目内容是非常简短的。然后呢，我就开始讲小马云的事儿了，是不是？我本人和吴孟达先生非亲非故。但是呢，一旦想起来他走了，心里面也是非常难过的啊！生老病死，命不可违呀。今天呀，面具人，我又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骚操作，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呀，把吴孟达先生给捧成爱国英雄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标题名为《爱国者达叔永远都是主角》的文章，它的内容是这样写的啊：达叔走了。知名喜剧演员吴孟达先生于2月27日在香港病逝，让香港和内地的很多网友陷入了悲痛之中。这也是因为他塑造的无数经典角色带给了观众无限的欢乐和思考，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尽管演了一辈子的配角，但是呢，达叔对角色不曾敷衍，当演员能做到拼命就做。让人看到了一位戏骨的敬业精神，也感受到了他的艺术追求。为什么说吴孟达先生是爱国者呢？就是因为吴孟达先生之前转发过微博护旗手的一个5星红旗的图文，配上了一句我是中国人的留言，这也是他在微博的最后一条留言。这个留言让无数的墙内网友集体致敬，透过这短短的5个字儿，人们读懂了他对国家朴素而自然的爱。那这是人民日报说的啊，并不是面具人我的观点啊。同样的，面具人我也可以脑补出来，吴孟达先生的这条微博会让很多的香港朋友们嗤之以鼻，说吴孟达是舔共卖港赚红钱，死不足惜，对吧？其实呀，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理由。这个问题咱们先放到这里，面具人等会儿再给大家分析。咱们先来听完人民日报怎么说的。达叔是中国人，他对祖国的热爱代表了香港同胞的主流价值观。观众缅怀和尊敬达叔，不仅是因为他精湛的演技，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干净滚烫的爱国之心。正如有网友所称，艺术无国界，艺术家有祖国。然而呢，就是这种纯粹的爱国情感，居然也能戳中香港的一些宵小之徒的痛处。吴孟达辞世以后，个别人在香港社交媒体上竟然无耻的恶语相向，泼脏水、贴标签，无所不用其极。此番操弄再次暴露出他们逢中必反到了缺乏人性、没有底线的地步，对爱国者的仇视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这些人越是攻击爱国者，越是反衬出达叔心怀大义，他们越是恼羞成怒，越是说明达叔人格高大。事实上，在香港，像达叔一样的爱国人才是大多数，他们或许并非都是亮眼的明星，或许从未有过轰轰烈烈的举动，但是他们在大是大非前绝不糊涂。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爱国。吴孟达演了一辈子的配角，但是论起爱国，他却一直是主角。
在香港这个舞台，爱国者达叔和那些热爱国家的人永远都是主角儿。那种流淌在血液中的情感，能够让他们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携起手来，背靠祖国，守护香港，建设家园。哎呀，听完了吧？面具人，我发表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我尽量的客观一些啊。首先呢，面具人，我也是搞媒体的嘛，我承认啊，我的思想觉悟没有吴孟达先生那么高，我也不是专业演员啊，我个人做事儿呢是比较喜欢带入个人情感因素的，但是做演员带入个人情感因素这一点是大忌。敬业的演员呢，就是要融入角色，体会角色的情感，即便是这个角色是你不喜欢的，但是你要演的话，你就要把它演好。在专业素养上，吴孟达先生做到了一个专业演员该做到的事情，但是演员他仅仅是一个职业，是人都是要混饭吃的，咱们也不能像人民日报这样强行的消费死者，强行的把吴孟达先生和国安法呀、爱国呀、港独的这些事情挂钩在一起。吴孟达先生的事件很简单，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在表演艺术的领域上是港片时代性的人物。从专业的角度上，我们是应该肯定他的，是应该尊敬他的，但是这些都和政治无关。是吴孟达先生靠共产党的市场赚了很多钱，赚红钱了，对吧？但是没办法呀，吴孟达结过3次婚，有5个子女，要养育他们的话，经济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吴孟达先生他并不是超级一线的主演，他一辈子也就是演绿叶配角，所以呢，他的片酬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他是属于旧时代的人物。从他的人生事迹来看呢，他也是不擅长网络炒作的，很复古，不像杜文泽这种年轻人，他得罪了共产党，却还可以在网络上做网红，开自己的网红工作室，在油管上呀、脸书上呀，粉丝无数，过得也不比当明星差。那么吴孟达先生呢，他也只能干老本行了，对不对？香港的本土电影市场一直被大陆替代挤压，很多曾经优秀的配角晚年呢也都比较落魄，像当年的腿王卢慧光、乌鸦哥、大逼哥这些特色鲜明的配角都混得不是很好，甚至呢有些凄惨。他们这些人呢还混得没吴建民老师好呢，吴孟达老师，对不对？你看吴建民他都能当老师了，对不对啊？吴孟达也就是个戏子，他哪敢像吴建民老师一样当英雄，直接挑战共产党政权呢？对不对？吴孟达先生也就只是戏子面对政权和饭碗的无奈的典型。而且大家观察啊，吴孟达先生转发完护旗手的图文以后，就再也没有用微博发过任何东西了。相比说吴孟达是爱国者，我更愿意理解为吴孟达先生在这件事上的消极态度。在香港的事情上，吴孟达也没有成龙那么跳。我个人觉得吴孟达仅仅是在影视剧里面演好自己的角色，不直接参与政治，也不算是十恶不赦嘛。香港朋友们应该是要理解一些，并且呢，吴孟达先生对香港还是有过很多贡献的。而且呢，大家想一下嘛，赚红钱，艺人跑到大陆赚钱，这是资本导致的必然结果。别说吴孟达了，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不也是娶了个中国老婆吗？他还在自己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习近平语录，天天学习习近平语录呢，还在天安门广场练习如何在雾霾中奔跑的绝世武功呢。咱们再来看看这些大外宣，他们赚的不比吴孟达少呀，并且呢是直接执行政治任务的呀，分裂美国、搞乱美国、颠倒黑白，对吧？他们看起来是反共，实际上呢，他们要比吴孟达先生爱国多了。把美国煽动分裂了，
把美国煽动内战了，他们也可以混一个开国元勋、灭美英雄，对吧？到时候摇身一变，乌纱帽加身，岂不是美哉？谁还管你们这些底层傻逼粉丝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你们到时候只配当韭菜啊！哪儿有利益，他们就往哪儿讲，干什么能让他们获得权利，他们就干什么。权利和利益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而且说我是中国人这种话不可耻。共产党不是中国人的政权，共产党是利用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黄俄政权。面具人，我虽然痛恨中国人的劣根性，但是我并不回避我是中国人的身份，因为我需要时刻提醒我自己，人嘛，每天都要照照镜子，才能知道该怎么整理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吴孟达先生在香港的影史上也留下了相当大的贡献。可以了啊，人已经去世了，功过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挺共的人也不要给吴孟达先生贴各种的标签，这是对亡者的大不敬。还有香港的朋友们，不要再进行文革式的追讨了，人死了也要追骂到棺材里面，这样对你们自己的心理健康没有好处。那么说到了港人的心理状态的问题啊，我们就来讲讲香港人最近在英国闹出的一个事件啊，就是标题写的12名香港人持 BNO 护照去英国了以后呢，从机场又被遣返了。那这个事情在反共圈里面没人提，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粉丝嘛，不敢得罪香港人嘛，忠言逆耳，大家上网都是图个轻松愉快，对吧？但是面具人，我就是喜欢讲我想讲的，我就是喜欢给人们忠言逆耳，帮助大家提高智商。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12个港人被遣返是怎么样的事情经过啊。一家12口的港人，他们日前在英国希斯罗机场等候申请特许入境许可 LOTR 的时候，因为这一行人当中有人刚到英国嘛，觉得很好奇，有新鲜感，想要拍照发个朋友圈，发个推，发个 Facebook 留作纪念什么的，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呢，他们可能在常识上面有些地方就不明白了。飞机场有很多的地方是禁止拍照的，也有可能啊，这12人当中有年轻人社会经验不足，不知道这些规矩，能理解。往往能理解的事情都不至于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都不至于造成他们被遣返。西方社会也是讲理讲人情的，他们这12个人被遣返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在禁止拍照的地方被工作人员阻止，正常情况下你就是遵循人家的规矩，道个歉就完事儿了，人家也不会把你们咋地的。但是呢，这几个香港人呢，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当场就爆发了，和工作人员开始吵架了。然后呢，保安就过来把他们拉到一边说话，因为清关的地方还有别人要通过呢。结果呢，里面的其中一个香港人就不停地和保安发生冲突，甚至呢还发生了肢体冲突，而且呢大吼大叫，煽动别人围观。这就像咱们中国人闹出什么冲突的时候，就会来人呀，打人啦，不得了啦，弄得整个场面很尴尬，很骚乱。最后呢，工作人员叫来了更多的保安，把他们带进办公室，然后呢报警。结果呢，12人被拘留了1晚上以后，第2天就被遣返回香港了，并且被罚2年内不得进入英国。那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这其中会不会另有隐情呢？OK， 我们再听听当事人解释的版本，大家仔细品品，应该就能知道其中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了。当事人声称对海外的港人以及英国的执法机构十分的失望。当时他们与年事已高的父母、姨妈、姨丈3个小朋友搭乘卡塔尔航空，经多哈转机飞到了英国伦敦。同机的还有15到20名的香港人。当时关口排队很长，他们只是打电话给香港老家报平安，结果呢，检查人员态度极为恶劣，要求他们收起电话，但是呢，他们没有理会。结果呢，就有一个工作人员冲向当事人的太太，
然后呢就被当事人给挡住了。随后呢4、5个相关人员把他们12人就带到了房间里面。当事人误把一名华人官员当做了警员，质疑为何会有警察在关口执法，而且呢满身都是纹身，态度非常的恶劣。最后呢他们一家12口人在第2天被遣返回了香港。在被拘押的期间，当事人称里面的环境非常差，有好多的南亚人还有黑人在里面，估计这些人都是难民，想起来都极度恐怖。我们虽然也是难民护照，不过呢我们是被政治迫害，而不是穷。事后当事人还把该名华人员工起底，要投诉这个华人员工，认为他是在故意针对自己。那整个事件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听出来些什么了没有？其实呢面具人我觉得当事人讲的第2个版本和第1个版本的差距不大，只是第2个版本当事人认为自己更有理，并且呢面具人我从第2个版本当中可以听得出来，当事人有比较严重的种族主义和中国人的那种劣根性。而且呢从心理学的角度上面来看，这个当事人排除个人修养有问题的话，那么他就是属于很多香港的黄丝反共的人都患有的一种通病，就是创伤心理，甚至是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呢他们的心理状态是被各种大外宣引导过后的极端种族主义思想，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了。因为受到了迫害或者是社会不公，所以呢在受到任何刺激的情况下，哪怕是非常轻微的刺激，都会想到之前的恐惧和痛苦，从而产生过激的反应，类似于惊弓之鸟。PTSD 的发生与很多因素相关联，这些因素主要分为家庭、社会心理因素，比如性别、年龄、种族、婚姻状况、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工作状况、受教育水平、应激性生活事件、个性特征、防御方式、童年期创伤、家庭暴力、战争、社会支持，还有生物学因素，比如遗传因素、神经内分泌因素、神经生化因素等。创伤后应激障碍主要表现为创伤再体验、警觉性增高以及回避或者麻木的连续症状，并且呢经常又会伴有其他症状，比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甚至会出现人格的改变。为什么说这个香港当事人是这种心理疾病我们来看一下他自己开脱的话术。华人检察官员态度恶劣，有可能是警察。为什么警察在这里？黑警、南亚人、黑人都是穷人、难民。我们虽然是难民，但我们不是穷人难民，我们是被政治迫害了的。很显然，这个事件当中所有的人，官员、华人、南亚人、黑人都被脸谱化了。香港人被中共镇压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共里面都是华人嘛，对不对？中共喜欢接受亚非拉难民也是事实吧，对不对？中共是坏蛋也是香港人的第一印象。那么在这整个事件当中，当事人就把对中共的坏印象和恐惧以应激障碍的方式投射到了这些完全不相干的人身上了，造成了官员、警察、华人、南亚人、黑人都是坏人，都是共产党的这种心理暗示。而恰好呢，这些大外宣吴建民、老鼠人什么的长期的在社交媒体上面给这些香港人洗脑，而香港人呢也就是喜欢看这种仇恨化的情绪化的发泄。而且呢这些大外宣用的都是些什么难民破坏社会、中共是犹太恶魔、亚非拉黑人毁灭世界的这些话术，把香港人算是深度洗脑了。这种语言上的引导加重了本来就有一定的 PTSD 心理疾病的香港人的症状，再结合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喜欢炫耀、喜欢特权、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文化。香港人其实也是承接中国文化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你看这个当事人就说了嘛，我们虽然也是难民，但是我们没他们穷，他们是难民，他们绝对是穷的。
这就是给别人扣黑锅、贴标签的典型的文革思维呀，对不对？你香港人怎么就知道坐在那儿的黑人、南亚人是穷人、是难民呢？对不对？这只是你的心理暗示，你的投射罢了。但是你给别人贴标签、扣黑锅是相当不尊重的，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他长得南亚人长得黑，他就是难民嘛，对不对？就算他是难民了又怎样？他是难民就能证明你没他穷，你有钱了，是不是？这完完全全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好，我比不过洋大人，我还比不过你们这些亚非拉人了，我还不比你们有钱了，钱能咋嘛？对不对？很典型的就是那种中国的暴发户心态，有了点钱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这典型的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你们也看到了，所以呢，心理疾病加上劣根性加上这些大外宣洗脑，就闹出了这么一个笑话闹剧。这个事情没什么必要过度的阴谋论解读了，就是一个心理情绪失控的典型，也是被洗脑的悲剧案例。其实这种状态和台湾的极端粉呀、大陆的小粉红都是一种样子、一种心态，只是大家把自己的应激投射的立场不一样。小粉红天天也是被共产党虐呢，但是呢，他们却把痛苦投射给日本人、美帝、台独，对吧？同样的，香港人、台湾人也是如此，大家投射的方向不一样。其实呀，这些人都是奴才思维。你们想嘛，你有那些功夫恨天恨地恨别人，恨黑人，恨粉红，恨台湾，恨香港，恨日本人，你不如多学点实用的东西，学点技术，学点语言，让自己变强了以后，你快乐了，你有实力了，你再实实在在的帮助更多的人，这才是正道嘛，对不对？可是呢，大部分的中国人硬得惹不起，受到了压力以后，只会霸凌比自己更弱的，或者是把别人想象成更弱的来安慰自己，这就是典型的阿 Q 精神奴才状态嘛。奴隶主天天攻城略地的，思想强度或者是身体强度肯定是高于奴隶的。如果说奴隶有这种魄力的话，那他就不是奴隶阶级了。斯巴达克斯、陈胜吴广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嘛。我不当奴隶了，我自立为王，行不行？为什么？我就说这是今天咱们这个节目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都应该仔细的看一看。你不要过多的纠结谁高级谁低级，或者仅仅拿民主和独裁来区分每个人，懂了没？普世价值、善念、做好事儿追求平等和道德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尤其是香港人，你不要搞什么这个种族歧视呀、骂人呀，或者是跟小粉红一样喊什么杀光支那人呀、杀光台湾人呀，就跟小粉红喊杀光台湾人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共产党有强大的文宣系统，共产党他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他也不敢像香港人这么狂，动不动就说是图支呀、骂黑人呀。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好人还是要装的嘛，对不对？天天喊普世价值，天天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天天喊着帮亚非拉，对不对？香港人你一定要明白，政治斗争、社会斗争不是说你情绪化的，你把别人骂两句你就牛逼了，懂了没？真正牛逼的人是笑到最后的人。为什么面具人我说年轻人他解读政治往往容易把政治解读成民粹就是因为他人生阅历浅，他跟很多人没有这个交往经验和斗争经验，往往就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发射两下，射完了就爽了。实际上呢，毛用没有，还被别人利用，对不对？这个社会的水深着呢，不是说你10几年的道行就能理解得了的。有这个时间，趁着年轻精力旺盛，多学习，多了解社会，多增加自己的见识，你就能有更多的应变能力。这个香港人到英国机场被遣返，他就是典型的没文化嘛，没见识嘛。
机场不让拍照啊，不能跟这些人发生肢体冲突，不能不讲理，这是很典型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嘛。你能不理解？你不理解，只能说你 low。那你看，人都到了英国了，然后呢又被遣返回去了，现在又要继续面对共产党的毒打，你说怪谁？怪共产党吗？哦，共产党把整个英国机场收买了，全部的人就针对你一个，那别人咋没被遣返呢？对不对？还有台湾人，你也别看着笑，你跟那些小粉红是一样的啊！一给你说哪块做的不好，你立刻就说：“哎呀，非洲人比我们更烂呀！哎呀，朝鲜人比我们更烂呀！哎呀，小粉红比我们更烂呀！”你说我们哪块做的不好？你先看看小粉红。面具人，我就在想，你们这些人是脑子不好还是怎么地了啊？你自己变强了，和小粉红有啥关系？小粉红烂了，和你有啥关系？对不对？做人啊，活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连这点逻辑都没有了吗？啊，你学到的本事，你锻炼的身体是你自己好，跟别人任何人都没关系。但是呢，你自己变强了以后，你想不想帮别人，就是你自己的良心问题。而且呢，你自己有缺点和别人有缺点是一回事吗？对不对？你不能拿别人的缺点、别人的弱点来给自己开脱嘛。那这样的话，你只会越来越垃圾，越来越弱。这就是典型的井底之蛙、小农经济啊，弱民心态。当然了，作为统治者来说，肯定是希望人民他的奴隶都是这种弱民心态，因为弱民才好统治嘛。如果你们人人都想挑战强者了，那我这个政权还要不要混了？好了，咱们再来讲一个和香港有关的话题啊。孟晚舟最近练成神功了，开启了无休无止的滥诉之路，颇有当年的郭文贵先生的感觉，不停的打官司，不停的打官司。香港的法庭文件显示啊，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2月25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以获取汇丰银行涉及孟晚舟引渡案的相关文件。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则将于3月12日闭门审理孟晚舟的申请。就在几天前呢，英国高等法院裁定汇丰银行不用公开涉及孟晚舟欺诈指控的内部文件，理由是该法院不具有下达相关指令的管辖权。那孟晚舟告来告去，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孟晚舟不停的告这个告那个，上诉来上诉去的。为啥？因为孟晚舟只有不停的打官司，不停的打官司，才能延长他自己的安全期限。从这里来看呢，很明显孟晚舟是不想回国的。你别看孟晚舟那么有钱，其实孟晚舟和很多海外华人是一样的，他们都面临着回了国以后就出不来，然后在国内被共产主义铁锤锤打的下场。在国外呢，至少人家有民主、自由、人权、健康的食品、空气、水，不用担心被共产党迫害，对吧？你说孟晚舟花了那么多的钱把全家移民到加拿大，为啥？不就是为了不在中国生活吗？对不对？孟晚舟当然不想回中国了。面具人，我早就预判过孟晚舟会不停的告，不停的告，就是为了延长他在加拿大的时间。好了，再给大家说个事儿啊。上周二举行的美加两国元首双边会晤中啊，美国总统拜登承诺，美国将与加拿大合作，确保2名加拿大人被安全释放。周五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表示，将坚决支持加拿大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2名被中国拘留的加拿大公民。看到没有？这也表明了美国将会重新插手国际事务了，不走孤立主义了。毕竟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美国。美国这几十年来迅速的强大，都是建立在惜别的国家的好处之上的。可以说，盟友和多边关系是美国的根基。如果美国没有这些东西了，现在制造业劳动力，美国没有任何优势。孤立主义、自给自足、搞内循环，这些是习近平要弄的事儿。
再说了，习近平他搞的也不是纯粹的孤立主义，他搞的是双轨制，奴隶自己内循环，他们贵族还是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并且呢，习近平大力接收亚非拉难民，对不对？可问题是，美国他现在接收难民，接收移民，他被国内的保守主义反对呀，但是美国国内的人又不生，生育率又低，就业率也低，劳动力也低，对不对？啊，那中国他遇到这种问题了，中国还有奴隶，问题是美国有奴隶吗？美国能内循环吗？啊，你想内循环，你先看美国的工人能否忍受低人权、低工资，美国的资本家能否接受高工资。那说到这儿啊，面具人我就觉得这些民主大师真的是双标呀，他们真的是爱共产党呀，时时刻刻的提醒习近平闭关锁国搞内循环不好，然后呢，他们鼓励美国搞闭关锁国，鼓励美国搞内循环，鼓励美国走资本主义，然后呢，还要煽动美国内战，煽动美国分裂，嘿嘿，你们怎么看？